眼前的这座辽塔穿越了930多年的岁月，存留至今，并与隔壁的清代寺院交相辉映。这座寺院便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的觉山寺，塔便是觉山寺塔。其实这两者均始建于北魏时期，但原版的建筑都没能保存下来。如今的塔是辽塔，寺院则是清代留下的寺院。因为这座塔的看点很多，价值很高，所以这里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同时这里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。本期视频是我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取景地巡礼的第20期，各位在我的主页搜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。但觉山寺取景这个消息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，我们不知道取的是哪里，那咱们就连寺庙带塔来一期古建解说纯享，多看细节。等游戏出了我们再具体找，创作不易，求个3连吧。我是2024年3月自驾过去的，当时气温已经高达-4度了，但这边风大还是很冷。我是头天傍晚到的灵丘县，酒店定在这个位置，价格是78块一晚，我觉得还挺干净的，条件对得起这个价格。缺点是没有电梯，得拎着箱子爬楼。酒店楼下饭店可以吃晚餐，要是吃早餐的话得多走几步。第二天开车过去，一路上都是这种山路，一共11公里，你还别嫌远。这个酒店距离觉山寺已经算是近的了。我是早晨顶门到的，所以门口车位很富裕，站在这里便能远远看到觉山寺砖塔了。进门之前可以简单看看景区导览图，它分为寺庙区和塔区，一会儿我们先逛寺庙后看塔。另外这座寺庙是可以烧香的，但得在外边烧，到了里边之后理论上就要严禁烟火了。现在我们来看山门，这是一座砖仿木结构的门，上边的雕刻非常精美。进门之后，左右两侧各有一楼，左侧楼没写名字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。眼前的塑像是文昌帝君，那么此楼或可被称为文昌阁，但背面这尊塑像我就真不知道是谁了，因为楼上塑像全都没有说明，知道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。右侧楼写着南楼，屋顶同为单檐歇山顶，我们可以穿过狭窄的小路登上南楼。眼前这尊塑像没写名字，它其实是魁星，特征是常以鬼面出现，右手拿猪皮笔，左手托金印，左脚后翘踢斗，它就是主宰天下文运的吉星。那这座楼自然就是魁星楼，而它的背面则是一尊送子观音，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搭配。正前方的这两座楼则是钟鼓楼，这两座建筑的风格一眼明清，从地下往上看还能隐约看到其中的钟鼓。钟鼓楼后边的小房子是为天王殿，正面供奉的是弥勒佛，两侧是非常未来主义的4大天王，背面是韦陀菩萨。这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标准配置。别看殿不算很古老，但佛龛的垂花柱很精美，彩绘也很漂亮，看出来是花了心思的。现在我们进入下一进院落，右边的配殿锁着门了，左侧挂了个棉门帘子，掀开帘子一看也锁着门了，那还挂这道帘子干啥？院中的香炉造型古朴，颇有岁月痕迹，看了年份才知道，原来这是2004年的古老香炉。现在我们直奔正殿，这座殿的柱头上有龙头，上方斗拱的昂也是龙头形，正门的上方也有镂空莲花木雕，这小木作挺讲究。内中供奉的只有一尊没写名字的佛，因为大雄宝殿还在后边，按照过往的经验猜测此殿为接引佛殿，但不确定。穿过此殿，我们来到下一进院落，左手边就是祖师殿，此殿没有开门，推测供奉的是达摩祖师。门上方是八仙过海镂空木雕，方上彩绘则是佛教故事。另一侧的配殿是同样没开门的伽蓝殿，推测供奉的是伽蓝菩萨关公，而正殿便是大雄宝殿了。此殿命阔3间，明间的阙体是双龙，次间的阙体则是双凤。看这个细节，脉络纹路俱全，看来是花了不少心思。廊下一侧是一口大钟，另一侧则是一个存档点，存档点旁边的壁画是哼哈二将里的哼，而大钟旁边的壁画则是哼哈二将里的哈了。往下看能看到一些刻石柱础，上边的小石子形态各异，往上看能看到门上的镂空木雕，造型则是大象头宝塔，视为太平有象。现在我们走进殿内，能看到供奉的主佛是横三世佛，分别为管东方世界的药师佛，管中央世界的释迦牟尼佛，管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，和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是不一样的。释迦牟尼佛前是弟子阿难迦摄，背后的背光外为火焰纹，内有2条金龙于祥云中飞升，头顶则是熟悉的迦楼罗，这个也很精巧。而殿内两侧的水陆壁画都有玻璃罩子保护，看来这些也是真正的文物。看屋顶被平齐盖住了，也看不到梁架结构，所以大雄宝殿我们就看到这里。现在我们离开中轴线，穿过小门，来到右侧院落，所看到的正殿是一个面阔5间的2层楼阁式建筑。推开门之后，发现里边是弥勒殿，弥勒佛的佛龛往下有一些金色
色的浮雕。我仔细看了看，雕刻的都是孝道故事，而两侧势力的雕像造型就比较抽象，不太能认出来是谁。现在从弥勒殿出来，奔向一侧没挂牌匾的配殿，内中的塑像手里写着日月二字，这是生怕我认不出来他们是日光月光二菩萨。那么中间必然是药师佛，这个殿自然也就是药师殿了。而对面的配殿关着门，我们把它推开，能看到里边供奉的是西方三圣，中间阿弥陀佛，左右分别是观世音、大势至二位菩萨，侧面是一站一坐两尊地藏王菩萨塑像。现在从这里边往外侧走，进入这间屋子，就看到了8座武将装束的塑像，此为8大金刚。那么以此推断，这间屋子应该就是金刚殿了。再往外走，则来到了碑亭，这里也有很多的碑刻，可惜都被锁起来了，没法近距离观看。连那块最著名的北魏皇帝南巡之宋碑也被锁在里边了，不能近距离观看，实在是有点遗憾。至此，我们看完了右侧院落的全部建筑，然后我们穿过生活区，一路来到左侧院落。院落正殿的顶端有一块民国时代的老匾，走进殿内，发现中间供奉的是这位，像是地藏王菩萨，而左右两侧的玻璃柜子内是18罗汉的塑像。那么这个屋子想来就是罗汉堂了。穿过这里往前，来到左侧最后一进院落，两侧配殿看起来像是僧人在用的屋子，这就不打扰了。此院的正殿则是一座楼阁式建筑，它的名字叫做贵真殿，里边供奉的是贵佛，形象则是一个白胡子老头。据说这个原型形象来源于觉山寺的第1代开山大和尚，所以这是觉山寺独一无二的佛，但除此之外也再无其他资料了。至此，能看的建筑我们基本都看完了，还有一些不方便看的，我们换成航拍视角。右侧红圈这2个建筑是邦楼和典楼，别和左侧的钟鼓楼弄混了。邦典2楼专门负责报具体的时辰，只是平时不多见而已。看完了全部的建筑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觉山寺砖塔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山西灵丘县的觉山寺砖塔，看我背后的这座塔，待会儿咱们就来一起好好的看看这儿啊。此塔始建于北魏期间，在倒塌之后又因辽代重建，并一路存留到如今。从远处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这是一座8角13层密檐式塔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细节。塔的最下方是塔的台基，它附近的栏杆还挂了很多带红布条的玻璃泡，不知道是许愿的还是装饰的。往上看是须弥座区域，范围大致是这些。我第一眼看到的是砖仿木斗拱，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发现每一面有6个小门，这是不方不圆、一波3折的捆门。门内则是损毁严重的佛像，而捆门外的这些个造像则是力士，只不过现在脑袋都没了，甚至个别的身体都快摸没了，看不到全貌了。它上面这个位置，我一开始以为是2龙戏珠，仔细看发现不是，这其实是莲花纹。而这一整个的东西，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，这就是勾栏。再往上是莲座，这个区域比较小，很好认，它的花瓣向上应该是仰莲。以上这些加在一起视为塔基。再往上这个区域是塔身区域，这个位置是空心的，上面有的门是真门，这是很深的拱券门，有的门是假门，上端浮雕好似2龙戏珠，下方门扇的窗棂是我们熟悉的4交8挽纹，就是4根棍相交于1点，支出8个叉。但再怎么精美，它也只是个气氛组。据说里边还有壁画，但现在塔不能进去，所以这次无缘得见。再往上便是13层密檐，越往上塔檐的长度越是递减，檐下挂了好多金鸟铃，风吹过时会有响声，内部则全是实心结构。最后我们来看塔刹，之前我们没有详细讲过塔刹，今天细讲一下。塔刹最下方是个小须弥座，这个位置是仰莲，仰莲托的大圆球叫做覆钵，这好几个圈名叫相轮，中间的小棍棍叫做叉杆，这个区域不太确定，推测为圆光。切到远景，这个小月亮叫仰月，这个小球则是宝珠。为什么这个要细讲？因为应县木塔那边不让飞无人机，所以那家塔刹不细说，只细说这家的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觉山寺和砖塔，附近山上还有另一座塔，这个我不去了，因为在后边爬山玩把体力耗没了，就爬不动了，将来有情后补吧。时至如今，从辽代存留至今的觉山寺塔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、雕塑史、美术史和佛教史的珍贵实物资料。不过那些研究都是专家的工作，我们身为普通游客只需知道它穿越了930多年的岁月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我们所熟知，并且与旁边的觉山寺一起成为了天命人巡礼途中的一站，这便足够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1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